青衣侍从，百死无悔。本官问你，这里是何时解封的？大人，这西口郡从未封锁，何来解封一说？好啊，《大封地理志·楚州志》上说，楚州城的城墙刻满阵法，墙体坚固，可抵御3品高手袭击。真是百闻不如一见。再有镇北王坐镇，楚州城固若金汤啊！如此看来，楚州的百姓避免了不少的战乱之苦啊。 郑大人，京城一别，已有3年了。李将军，江州北部有回族进犯，请稍作休整，明日随军出征。不必，我即刻启程。走，驾！楚州战事频繁，此乃常态。 几位大人需要本官如何协助啊？我需要楚州边军的出营记录，以及楚州各地衙门的文书往来。这位是打更人金罗南宫大人。陛下和诸公们听说楚州发生血屠3000里，特命我等前来查明此事，还望郑大人全力相助。 听说主办官许银罗下落不明，版图遇到了埋伏。没有主办官，这便以行事之权。当然了，各地衙门来往的文书，本官可以给诸位大人一看，但是边军的出营记录，只有主办官才有权过问呐。不过。 本官可以禀明镇北王，但不保证能够得到他的通融。那就有劳郑大人了。如此，本官告辞。这位正部正使，为官如何？南宫大人，请放心。 此人已担任楚州布政使多年，为人清廉，口碑甚佳。如此人物，若楚州城真有事，还能不上报？血屠3000里，是否确有其事？血屠3000里是真的，郑兴怀方才动了杀机。不会又跑了吧？我刚才吃些包子，我现在不方便四处走动。等我朋友回来了，
到时候他就能帮我把荷包找来，我到时候给你们一些银两啊。来，吃点点心的。许仙，我回来了，钱袋呢？你咋就这么确定钱袋在我这儿？肯定在你那，给我。哎，来不来喽？差不多得了哦。知道。哎，拿着。哎，拿着。一颗金瓜子是2两银，1两银是200文，2万文，2万文。那我刚刚给了他1把金瓜子，够用吗？他的祖孙3代，连同他的亲朋好友，天天吃龙肉都够了。他们没有亲朋好友了，他们是一路从北境逃过来的，鬼族屠了他们的村子，亲朋好友全死了。那个老乞丐带着小乞丐，就是他孙子，一路逃到这里来的。许仙，你什么时候带我去楚州啊？这一路你也看到了，相安无事的，没有什么血途3千里。鬼子，想不想看热闹？不想。那我走了，保护好自己。你也别丢我一个人啊！哎，许仙，混蛋，你快丢下我！别吵，看这边。那是怀王的密探。很明显，这是一场有目的的劫杀。魁族的人在劫杀镇北王的密探。所以，我们为什么不赶紧走啊？为什么要走？是你，速速返回西口郡求援。以你的脚程，半炷香时间就能返回。你去把他俩解决了。待在这儿，别动。多谢阁下出手相助，刚才情况紧急，逼不得已，还请阁下见谅。逼不得已。哼。本官许七安，奉旨前往楚州查血屠3000里案。许七安，您不是因伤返京了吗？谁能伤他？他果然孤身北上查案，可为什么身边要带一个女人？是王妃。她就是你们的王妃。多谢许大人找回王妃，怀王殿下必有重赏。这样吧，问你几个问题，如实回答，王妃便交给你们。许大人，请讲。血屠3000里案是怎么回事？血屠3000里？我并不知道什么血屠3000里。不如这样，许大人随我一同返回军营，先安置了王妃。之后，许大人如果需要什么帮助，尽管开口，卑职必定全力配合。等到了军营，我便是你们砧板上的鱼肉，对吗？许大人何出此言呢？您乃陛下钦点的主办官，卑职恨不得把您供起来。
可是你一句真话都没有啊！我的望气术可都瞧在眼里呢。望气术。 齐大人，我劝你不要冲动，你要查血图3千里的案子，又害怕得罪怀王殿下，这点卑职是理解的。可是有些事情，我希望你。说来听听。王妃没有被魁族劫走，这件事情瞒不住。只要事后调查，你脱离使团的节点跟王妃被劫走的时间一致就够了。怀王殿下想对付谁？ 不需要证据，只要他觉得你是敌人。第二，你救了王妃，本是大功一件。怀王殿下掌兵多年，最看重的就是赏罚分明4个字。只要你主动交出王妃，许阴罗必定前途无量。魏渊只能提升你的官位，但怀王是亲王，他能提拔你的爵位。继续说。第三，案子只是案子。 案差了一件，不影响你屡破奇案的威名，何必为了一个与己无关的案子，为了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女人影响自身呢？前途才是最重要的，不是吗？照你说的意思，只要我停止破案，再把王妃交出来，怀王便能既往不咎，许我前途。 那是当然。仅凭一个根本没见过的女人，在怀王心中分量如此重，站不住脚了。告诉你也无妨，怀王看重的不是她，而是她体内的灵韵。灵韵，不错，怀王冲击2品，需要她体内的灵韵。 所以魁族争抢王妃，也是因为灵韵。不错。若灵韵被取走，我将如何？你本身就是个容器，灵韵被取走，你便没有存在的价值。喂，徐谦，我已经查到了，除了灵韵，还有一种方法能够迅速的提高功力——凝练气经。气经？巫神教有一种秘术，提取人体的精魄和气息，凝练成丹，稀释后可突品破境。巫神教？你刚才说巫神教？是啊，除了他们，谁还能这么歹毒？ 不过此事言之过早，因为若要凝练气经，助一位3品武夫破境，那屠戮的人命无法估量。我身上的灵韵。 是不是可以助你晋升？嗯。那你为什么还不动手？我刚才在河边待了多久？几个时辰吧。所以，这次怎么不跑了？你在我身上留了契机，你跑不掉。收回来了。温完密探过后，带你北上，本来是想利用你，钳制镇北王，争取查案的时间。现在案子清楚了，你自由了。
其实我实在是不知道该去哪儿。这么酸的橘子，我只有在小时候吃过。我自小生于市井，小时候容貌出众。9岁那一年，跟父母去玉佛寺上香，寺里住持见了我之后，写了诗，从此名声大噪。听说过。但是父母和家里的长辈把我保护得很好，我长大后才知道，他们并不是真的爱我，而是怕珍贵的货物有任何的瑕疵。终于，在我13岁那一年，皇帝派人上门要我进宫。我进宫之后，只见过皇帝1次，之后就一直被冷落。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就把我转赠给了怀王，成了他的正妃。我一直就是个货物，不停地被人转赠。如果有一天我失去价值了，那马上会被弃入婢旅。所以你利用我，把我当做筹码钳制镇北王，我一点都不怪你。那你打算怎么处理镇北王？此事既是他做的，那性质要比谎报军情严重很多很多。找到血屠3000里的地点，阻止他，惩罚他。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我会杀了他。喂，许仙，我跟你说，我有重大发现，你肯定都不敢相信。你知道血屠3000里的真凶到底是谁吗？是镇北王。嗯，你怎么知道？不是，你怎么什么都快人一步啊？你到底怎么查案的？主人，这不是重点。哦。许仙，我这儿有一个侠客。他说他们家大人知道血屠3000里真正的发生地点。说呀。说什么呀？那人警惕得很，我根本就没有机会对他施展共情术。实际上，只要我一靠近他，他就以死相逼，宁死也不愿意带我去见他家大人。他们有什么条件吗？有，你。我？对。他说他要见到血屠3000里的主办官许银罗，在此之前他什么都不会说。行，我知道了。怎么了？我得走了。你去干嘛？去见你丈夫。啊？哦，对了，你去一趟西口郡的醉红楼，找一个叫杏儿的姑娘，她会保护你。你打得过镇北王吗？打不过的话，就祝你们百年好合喽。走了。要是打不过他的话，也一定要活着。李烨，主上，他似乎要接近真相，需要我出手吗？不必，随他去吧。宁燕呐。
许七，怎么了这是？跑太快摔脖子了。哎，人呢？啊，为了避免怀疑，我让他天黑了再来。聪明，咱节约时间，赶紧盘一盘。好，现在的问题是，说呀。现在的问题是你干什么？不是我太累了，3天没合眼了，我躺着跟你盘。行。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到底要不要去见那位大人？当然。去见的话，那你不怕这是个陷阱吗？概率不大。怎么说？许七安。哎，我真挺不住了，要不等人来了再说吧。对了，你派人去趟楚州，把南宫千柔叫过来。是了。你给我起来！人过来了。哎呀，怎么落枕了呢？哎呦！哎，兄弟，你就是赵静啊？是我。你家大人是谁？你又是谁？你就是许七安。许大人为何在此？你知道使团抵达楚州的事儿吧？许大人为了暗中调查此案，提前脱离使团，秘密潜入楚州。原来如此。许大人，您是赵某最敬佩的人，您力挫天狱，为朝廷挽回颜面，被江湖人士津津乐道。但我认为，您最让人敬佩的是云州之时，一人独挡10万叛军的壮举，每每想起，都让赵某热血沸腾。男儿就当如此。怎么又变成10万了？到底是谁在传这些乱七八糟的？兄弟，快起来！咱们闲话少说，好汉也不提当年勇。你家大人究竟是谁？我家大人，楚州布政使郑心怀。大人，飞燕女侠那边有异动。不可能，郑心怀身在楚州城，怎么可能会是你家大人？不可能，我们救出大人后便想离开楚州城，镇北王密探暗中搜捕，我们只能遁入荒山里暂行躲避，从此再也没回到过楚州城。难道这楚州城有2个郑心怀？巫神教灵会师，善治幻之术。巫神教也参与其中。赵静，劳烦你带我们去见真正的郑大人。是，徐大人。走吧。等一下。注意进来。这里交给我，你们先走。小熊，跟我走。是。
在的日子，武功退步不少了。你不也是吗？刚才是不是说歪了？那再试试。试试就试试。就在这儿。教授，终于回来了，回来了。那位是飞燕女侠李妙珍，这位便是大名鼎鼎的银罗许七安。许大人。 把这个给郑兴怀，他自然知道我的身份。二位稍等。你就是许银罗？正是。本官。 滁州布政使郑兴怀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里边请。他们都是我府上的客卿。逃出来的时候，原本还有20多人，现在就剩下他们几个了。若非义士所救，我也死了。哎，逃出滁州以后，我们也找了数名江湖豪杰帮忙送信，到京城给我过去的故友揭发镇北王的暴行。 我曾经遇见过一个人，他在临死之前跟我透露了血屠3000里的消息。他的脸上有一块胎记。血屠3000里，他叫钱有义。 为何不直接在滁州官场揭露镇北王？没用的，那样只会害了他们。一旦消息传出去，就会招来镇北王密探的暗杀。而且你也看到了，滁州城如今还好端端的，谁会相信啊？但你们应该知道，朝廷派了使团来调查此案。许大人。 这事我们听赵兄说过，他定期会传信儿回来，但是我们不敢去找使团，就这么几个人，我们怕被灭口。请许银罗为滁州百姓做主。 甄大人，甄大人，快起来！既然来了，就一定会给你们、给死去的滁州百姓一个交代。但在此之前，我得知道血屠3000里案的事发经过。妙珍，供行书。明白。郑大人，闭上眼睛。
回忆当日屠城时的细节。他们是郑兴怀的家人，我现在是以郑兴怀的视角回溯他的记忆。爹，我也饿。老爷，你消消气，二郎他知道错了，让他回来吃饭吧。来，老二，你如今也20好几，为人夫为人父了。爷爷，你怎么还像以前一样嗷鹰斗狗，无所事事？你就不能向你哥学学？爹，我只是去喝酒，是那匹夫主动挑事，非我惹事啊！我有什么错？怎么还拱我呀？父亲消消气，二郎知道错了。下个月便是我爹60大寿，我想回家看看。你疯了！现在外面魁族闹得凶，楚州城离边关那么近，胡乱出城，中途遇到魁族游骑怎么办？贪生怕死的东西！我怎么生出了你这样一个废物？我爹，老爷，我错了。大人，卫所军队忽然进城，大肆集结百姓。卫所军队集结百姓，在哪里集结？何人领军啊？百姓被集结在东南西北4个方向，领军的是都指挥使护国公阙永修，他现在应该在南城里面。集结百姓，难道是？飞马，本国要前去看看，你们2个随我一同前往。爹，这事挺好。这是干什么？让开！让开！让开！护国公，你想干什么？郑大人，你来的正好。我来问你，魁族入侵边关，烧杀抢掠，屡屡不绝，你可知道这是为何呀？这跟你集结百姓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有关系。身为大凤的子民，为大凤边境的安稳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正不正直啊？你觉得本宫说的可有道理呀？莫名其妙！大家跟我走，咱们回家。阙永修，你敢屠杀百姓？你要造反吗？别着急呀，郑大人。马上就轮到你了。放箭！
先走。把他们全杀光，一个都不留。老爷，老爷，你醒了。大人，你醒了，放心，我们能带出去。爹，是不是魁族杀进来了？爹，华殿屠杀百姓，咱们得速速出城。好，还有这样，你们快走。驾！驾！离开！离开！娘亲，母亲，夫人。郑大人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去永修，你究竟要干什么？你想造反吗？区区几个蝼蚁，何须造反？去永修！郑大人，你不是自诩清官名流，眼不揉沙吗？之前不顾镇北王颜面严查均田案，借侵占均田之由杀我3名得力部下，你可知道会有今日啊？这都是礼尚往来，你结好了。小儿，别害怕，你不会死的。去永修！老儿呀！他崩溃了，共情提前结束。小儿，抱歉，我先出去一下。小儿。是蜀州城吗？血屠3000里的地点。是。抱歉啊，失态了。我们得去蜀州城看看，但在此之前，我们得整理一下思路。重新再看一遍《血屠3000里》吧。镇北王屠城是为了炼化金丹，冲击2品，但是炼化迄今需要时间，所以他选择了屠戮楚州城。
再以灯下黑的四维棍形瞒住所有人。可是之前我遇到过不少楚州城的士兵，也问过了，那些士兵都不知道镇北王屠杀百姓的事儿。这些人很有可能被修改了记忆，也有可能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事。但不管怎样，这都不是一个武夫能做到的。所以，镇北王他还有帮手，有其他体系的顶级强者在帮他。巫神教？对。可是之前我遇到过不少楚州城的士兵，也问过了，那些士兵都不知道镇北王屠杀百姓的事儿。这些人很有可能被修改了记忆，也有可能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事。但不管怎样，这都不是一个武夫能做到的。所以，镇北王他还有帮手，有其他体系的顶级强者在帮他。巫神教？对。在京城时，巫神教就和魁族有合作。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但是他们的合作应该是终止了。毕竟魁族不可能让镇北王突破瓶颈，这个点从魁族劫杀王妃也能推测出。那你的意思是？苗芷，我需要你帮我放出消息，放给魁族。没问题，我那些兄弟传递消息，个个都是好手。我先留下来保护好郑大人，等你回来，一同前往楚州城。行。探子回报，京丹在楚州城。好，传我命令，所有魁兵进攻楚州城。进攻楚州城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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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是让他们发现了。这是意料之中的事。我们屠戮楚州城隐瞒了几月，已经是很成功的谋划。还有多久大功告成？3个时辰。丢了木南枝，你即使服用了金丹，也无法晋升2品。我们已经想好了弥补措施，不是吗？放心，答应你的事儿，我不会食言。合则两利。王爷，魁族大将吉利之谷正率军向楚州城进发，可是还是没有郑兴怀的行踪。此役过后，我若晋升2品，便无需管他死活。我若败了，也有法子保你，不必担忧。王爷此战可有把握？我们大凤也该出一位2品了。这么些年，魁族跟巫神教嚣张跋扈，根本就不把我们放在眼里。此役过后，我们踏平驼天山，定把那魁族首领抽筋剥骨，给将士们炖汤喝。这个小女孩摔倒几次了？第8次。这位妇人宰这个摊子来过几回了？
也是8次。这个老人来回几次了？第8次、8次，通通都是8次。3位客官，要不要来碗面？也是8次。战神，你若是战神，那今日本王便要弑神。可笑！怎么回事？回族打到楚州城来了！这些魁族竟然敢打到楚州城来，这是想和大凤全面开战吗？这是幻术。师徒3000里，师徒3000里啊！楚州38万人口，38万条怨魂。纵观大风600年，未曾有人做出此等暴行。本官要回京弹劾怀王，至死不休啊！身为大凤的亲王，他怎么能对无辜的百姓下手？为王要死不足惜，死不足惜呀！血屠3000里的地址是在楚州城。简单。
干一城，尔等皆是蝼蚁。楚州将永享太平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谁？怎么可能？这就是用楚州百姓凝成的金丹。很好，这把剑我也明白。怎么可能？无论阁下是谁，能得到镇国剑认可，一定是我大凤皇室中人。北方魁族屡屡侵扰我大凤边关，烧杀劫掠，眼下便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所以呢，你便屠了整个楚州城。不过区区蝼蚁，欲成大事者不拘小节。阁下不如与我联手，击溃魁族。此役过后，楚州将永享太平。算了，我是来杀你的。镇北王，你该死！镇北王，你为晋升2品，屠戮楚州城百姓38万，一条条生命因你而死。楚州百姓敬你，认为你是守护边关的大英雄，你却让他们遭受铁蹄践踏。你勾结巫神教，以巫神教秘法洗炼迄今，生杀予夺，此等暴行，罪不可恕。镇北王，你对得起拥护你的将士吗？你对得起死去的38万条冤魂吗？闭嘴！你这个畜生！你是何人？我不血口喷人，泯灭本王！他难道说的是真的？众将士们，那是魁族的阴谋，他们在诬陷镇北王，
镇北王戍关多年未曾返京，他是大方的英雄。镇北王不能死，他是大方的军魂，大方需要他，大方的百姓需要镇北王，誓死追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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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镇北王。镇国剑有灵，它能辨忠奸，识人心。你若是问心无愧，你自己问他，选不选？人无道，天法治。镇北王，你屠了整个楚州城，可曾想过会有一日？你别废话了，我的力量只要支撑不住了。那便死吧！何其可笑！你我生死相斗，竟为了一群蝼蚁。可笑吗？为凡人搏命可笑吗？没有百姓，你做什么秦王？你是谁的秦王？杀了我，楚州将永无宁日。我今天要替死去的楚州百姓教你一件事。你何尝不是蝼蚁？
镇北王的气息消失了。进城再说。楚州发生了何事？走。走。走。不行，魁族首领不能留，否则楚州后患无穷。你在这等我，驾！驾！徐家。魁族首领，谁？徐七安。郑大人，感谢你为楚州城做的这些。许仙，这。镇北王府主，大更人杨彦，迎布政使郑大人回城，执掌楚州。郑大人，镇北王死了。镇北王已然伏诛，尸体就在楚州城内。诸位，随我回城吧。郑大人，跟我回城吧。大人，本官想一个人独处片刻。
大师，你还在吗？大师。 主任，你不能动，你经脉剧烈，气海受损，能保住命已经是万幸了。还好有你2位同僚，没日没夜的给你引渡气机，要不然不知道后果会怎么样。2位同僚，谁啊？就是有点。 辛苦了。今日辛苦诸位，明日还要劳烦诸位移步西城，修葺百姓屋舍。没问题。能为楚州城重建尽一份心意，是我等的荣幸啊！我等誓死追随飞燕女侠。主人。 不是都说了别来吗？影响修葺进度。还看？怎么了？是不是那个铜锣又欺负你了？这许官人醒啦。南境。所以这个金蚕，金骨。哦，金骨。 不是，你们不是去云州剿灭巫神教的吗？怎么又跑去南境养金骨了呀？哎呀，说来话长了。你出殡那天吧，我们悲痛难当，也不知道谁提议的，那也不知道谁附和，太闹闷。壮士一去兮，不复还呐。要为你报仇，袁计划确实是去云州讨伐巫神教，可谁知海啸突至，我们不行话。深海鳄鱼垂涎我们的肉体，发动猛烈攻击，我们3人誓死保护杨大人。一场寒战，幸亏我们3个武艺高强，与狗防守。之后，我们漂了1天、2天。 3天，飘到了一座荒岛。虽然强制监控，但我们保持乐观。我们试了无数办法求生，点狼眼、敲铜锣、飞鸽传书。为了一口吃的，我们和大自然斗智斗勇。孤岛上真的很难生存。终于等了半个月。 等到了一艘渔船，载我们前往云州。可谁知，下了船一看，才发现不是云州，而是南境，还惹到了当地的古尸，一路追了2天、3天。 没想到，这不能带我们回到了京城。结果，我们刚到京城，魏公就说：“既然你们回来了，就别休息了，继续北上去楚州吧。许其安在等你们。”宁言没有死，好兄弟，一辈子。出发。
好兄弟。一辈子。大人，滁州是苦寒之地，又有魁族侵扰，百姓却淳朴温良。我已年过半百，大半人生守在滁州，如今功名利禄，一纸书，何养威于朕？此书定会记下此事以警示后人，同时也会记录下镇北王的罪行，让他遗臭万年。朝廷会定镇北王的罪吗？镇北王虽是皇室贵胄，又有赫赫战功，但是胜利是靠争取的。许大人，给镇北王定罪绝非易事，但也不是毫无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即刻回京，抢占先机，携大势而去，为此案盖棺定论。但是滁州城元气大伤，想要恢复上去时日，此时回京不合时宜。镇北王虽已伏诛，但他的罪行还没有昭告天下。我听闻阙永修已经畏罪潜逃，他是怀王的副将，也是滁州的罪魁祸首之一。若是他先行回京面见圣上，颠倒黑白，恐有后患。至于谋划的细节，我们回京的途中商讨不迟。正部正使是主要人证，必须随我们回京。但滁州城如今尚且需要有人留下来主持大局。我倒有一个人选。哦，李元化。他可是镇北王的心腹，又参与过血屠3000里。他只是被巫神教的邪术蛊惑，并非本意。依我观之，他为人刚正，处事泰然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在滁州掌兵多年，在军中素有威望。事发之后，群情大痛，军心动摇，是他站出来，一力安抚众人，操持着一切。如今也是他带领着一众士兵修缮城池，振作军心。我跟李将军交往不多，但也知其人心人文，治兵有方，是个合适的人选。来人，快去请李将军。是。春风堂的事，你去处理。是。伤势如何？万幸，捡回条命。上京入鲁啊，还需静养百日。魏公此次派我们前来，是为了暗中保护使团。听南宫金罗说，此次行程依靠一己之力击杀了名魁族的首领，此首领的死状与桑伯湖。那桑伯湖底的魔物，在我体内。川哥放心，那魔物已经沉睡，而且他本性不坏，绝不会扰我行政。魏公晓得吗？晓得。好。燕哥，此事待我回京之后，会再向魏公求证。之后行事一定要谨慎，记住，任何事情一定不要隐瞒，有问题先征求魏公的意见。是。大人，不好了！大人，不好了！怎么回事？李将军，他将家财尽数遗赠，自刎军中，唯留下此物。
山坡上，秋千荡啊荡，山花似雪毛，四月本无霜，何以绸缎长？远山春种芒。靠岸了，出来吧。 徐伯呀，虽说是轻装速行，不能让朝廷提前知道咱们使团回来，但也不至于如此啊！大人，快上岸吧。甄大人，慢点。 是干嘛的呀？怎么里面还有大个人？荆州是出了什么事儿了？秋千荡啊荡，山花似雪芒。四月本无霜，何以绸缎长？远山春种芒，看溪挨晚潮。让人思故乡。 去禀告陛下，赴楚州查案使团回京述职。